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台湾的事儿吧。今天的节目就通过台湾的一些现象来聊一聊社会科学、社会心理学啊。人口劣化、反智主义会给社会的底层带来什么？会给权贵带来什么啊？因为反智主义这个问题是很多民主社会走向独裁的必经之路，所以呢，面具人我今天想深度的聊一聊这个话题。那极端的港台粉现在就可以点击你们手机上面的电源键，长按5秒关机了。面具人的节目，尤其是在探讨社会现象的时候，我是不会预设立场的，我是不会预设政治立场的。为什么？因为有政治立场的学者，那不叫学者，那叫奴才。所以呢，那种张口就骂的小粉红、小粉港、小粉台，你们现在赶紧滚吧！你们的智商适合紧密的团结在你们伟大的领袖周围，看你们伟大领袖的媒体讨奶吃，懂了没？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拿萧美琴开门见山的说啊，大家来看这张图啊，这张图是萧美琴说她被拜登政府邀请到白宫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视频中截取的啊。她当时在视频中是用英语说的，并且呢，法广、华尔街时报、BBC 也都报道这个事儿了。那我们先来看看法广呀、BBC 呀、华尔街时报是怎么报道的。它的标题是驻美代表正式获邀出席拜登的就职大典，这是40年来的首次。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1月20日宣誓就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获得正式邀请出席就职典礼。据悉，这是自1979年以来台湾第一次获得美国就职典礼筹备委员会的正式邀请。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获邀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中央社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这是具有重要突破意义的，因为这是1979年以来台湾第一次获得美国就职典礼的正式邀请。1979年1月1日，华盛顿与北京正式建交，所以呢，华盛顿的美国与中华民国正式断交，美台关系转为非官方关系。中央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自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之后，台湾未曾以外交使节团的身份出席美国的就职典礼。前驻美代表陈建仁与沈履群表示，如果就职典礼筹委会有邀请外国使节团，台湾驻美代表处都会极力争取。但事实上，过去无论是陈建仁或者是沈履群，都未曾在任内以外交使节团的身份获得邀请。据指出，过去台湾无论是使节团或者是来自台北的祝贺团出席美国新任的总统就职典礼，都是透过美国国会议员提供的入场券参加。萧美琴首次获得了第59届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主办单位就职典礼国会联合委员会的正式邀请，代表台湾政府参与了新任总统拜登的就职典礼。而且呢，比照其他的国会议员以及外交使节团都是一样的，可以携带一名亲友参加典礼。萧美琴随后在发表的视频中说，很高兴代表台湾人民参加拜登和哈里斯的就职典礼。民主是我们的共同语言，自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代表台湾政府向美国人民祝贺。川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1月9日发表声明，解除美国与台湾关系中的自我限制。蓬佩奥在声明中说，当年美国主动限制对台湾官方的往来，是为了安抚北京的共产党政权。他强调，美国与全球的非官方伙伴都保持关系，台湾也不例外。蓬佩奥说，宣布不再限制美台的官方往来之后，美台关系将不必再受美国自己的官僚主义约束。过去几十年的做法就此终结。台湾很多媒体也都在炒作这个议题啊，说这代表台美马上要建交了，美国和台湾要建交了，那这个事儿的可能性有没有？有，我们来讲讲逻辑。甚至都不用讲逻辑，咱们来讲讲常识啊。首先，面具人想要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最重要的是什么？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最重要的是什么？
面具人给你们3个选项，你们可以先在下方留言，把这个答案记录一下，看看和面具人的答案是否想到一起去了啊。利益、信誉、意识形态。来，利益、信誉、意识形态，记好了没？面具人，我认为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最重要的就是利益。那很多人就会认为，哎呀，面具人你说的不对，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是信誉。好，那么咱们再想一个问题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怎样才能看出来他是信守承诺？怎样才能看出来他是背信弃义的呢？是不是要建立在利益的交易之上？你维护了对方的利益，人家才会和你交易。所以呢，有利所图嘛，对不对 ？OK， 你破坏了对方的利益，那你就是背信弃义嘛，对不对？你的信誉就毁了。同样的，交易是双方的，对方有利，你和对方搞交易，你也是有利所图的。所以说，信誉是利益的延伸表现之一，它的根本还是利益嘛，对不对？你连交易都不存在，你怎么可能有信誉呢？是不是？你只有说交易过了，双方都觉得不错，哎，你讲信誉，是不是？无论是地缘还是国防安全啊，还是这个外交领土争议，本质上还是利益，对不对？行，那我们说到了利益了啊。有人说意识形态才是国与国之间交往最重要的，那我为什么跟你搞意识形态？是因为你的意识形态符合我的利益，对不对？你民主我民主，咱们在一起好说话，根本还是利益，对不对？行，那一旦说到利益啊，这里就暴露出来了台湾人的国际政治认知能力的短板了。从这次的美国大选，台湾人积极的参与造谣，甚至是很多绿营媒体也在积极的参与造谣，攻击民主党，甚至是很多绿营媒体也在积极的参与造谣，攻击民主党，攻击拜登的儿子，造谣人家的儿子，甚至是不惜煽动美国的内战，也要支持让川普连任。哦，你当人家拜登是傻逼吗？你把人家的唯一的儿子呀，人家大儿子死了，就剩这么一根独苗，你给造谣成什么迫害老弱病残了？你认为拜登傻吗？他会不记仇吗？对不对？这是任何一个当父亲的都不可容忍的侮辱。你说你骂也就骂了，任何一个父亲啊，这世界上任何一个父亲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受辱、受造谣、莫须有的侮辱，给家族蒙羞的，懂了没？哦，之前台湾的政府面对美国都乖得跟个羊一样，都拿不到美国的这些邀请，你现在把人家儿子骂成臭狗屎了，骂的连臭狗屎都不如啊！然后拜登就贱了，主动给你发邀请函，自己打自己脸，你觉得可能吗？这只是个人的情感上的猜测，这不算什么。咱们来说实锤啊，面具人还有实锤呢，知道不？继续往下看啊！你甚至不惜煽动内战，你要让川普连任。你知道这显示出来的是什么？台湾不仅贬低了自己的国格，还对美国的政治生态有完全错误的认知。首先，面具人，我告诉你啊，在美国人的脑子里面啊，大部分美国人按照美国的目前的传统来看，你随便的问一个美国人，你说美国现在属于哪个党，很多美国人都会觉得你脑子有病。在人家美国人的心里面，美国就是美国，不存在属于哪个党。可是呢，咱们台湾人包括华人啊，就认为美国他现在是哪个党执政，美国就属于哪个党。为什么面具人说台湾乱改历史会导致台湾人的智商越来越低下？为什么面具人说华人的历史只有轮回没有进步？因为华人从来不会正视历史，华人看不到真正的历史，导致华人很容易再重蹈覆辙。台湾蒋介石在1948年美国大选期间押错宝，命令陈立夫带巨款去美国资助与杜鲁门竞选总统之位的共和党人杜威，以求杜威上任以后
能为国民党政府提供美方的救援。随后呢，人算不如天算，杜威失败了。民主党的杜鲁门成功连任之后，对蒋介石的支持的对手行为非常的愤怒，就是说杜鲁门记仇了，对蒋介石支持对手的行为十分恼怒。不久之后呢，就发表了白皮书，宣布放弃支援蒋中正。当时蒋介石一下子就大慌了，心里面想，没有美国支持的国民政府是干不过苏联支持下的毛泽东政府的，那这可咋办呀？于是呢，火速派自己的交际大师宋美龄赴美谢罪。可是呢，民主党还是记仇了，杜鲁门拒绝接见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给了他冷遇。随后呢，因为外交的这个礼仪吧，难免之下还是接见了。但是呢，当时杜鲁门是不想接见他的。时间过去了70多年，到了今天，历史再次上演，台湾政府再次干涉美国大选，再次押错共和党的宝，再次派自己的外交大使去谢罪，再次被拒绝接见。在这历史的轮回中，2次庄家都是人家民主党，民主党还都记仇了。所以说，多读历史多么的重要，可以吸收前人的错误，可以吸收前人的优点。可惜呀，台湾人以后没有历史可以读了。好了，话说回来很多人会说，萧美琴这不是收到了拜登总统的邀请函，参加了拜登的就职典礼了吗？好，咱们一件事一件事的来揭秘刚才说了，法广、华尔街时报、BBC 都报道了这些报道都是个人投稿。法广的报道是一个署名叫做安德烈的人，他的名字很有俄罗斯风味个人投稿，也就是说，你只要是法广呀、华尔街的合作渠道的记者，你就能投稿。所以呢，并没有什么权威性。美国是新闻自由的国家，包括西方很多国家都是新闻自由的国家。记者想怎么写是记者的事情，并且呢，人家萧美琴确实去了呀，对不对？尤其是《华尔街时报》的这个报道是骗不过做文宣专业的面具人的。我们来看这张图也是私人投稿咱们就拿这张图来仔细的扒一扒。看图上投稿署名的这2个人，一个叫做邓超，一个叫做王春汉，这俩人都是绿营的记者。我们来看看他俩推特的图片一个在台北，一个推文天天骂国民党是军事独裁。那你觉得有如此鲜明的政治立场的媒体人还能算得上专业媒体人吗？媒体人的本质是什么？是第三权，是客观，是公正。那如果说你完全的跪舔绿营，站在一个政治立场上极端的去做某件事的话，你觉得他的媒体报道能公正吗？再加上萧美琴这种记者投稿，说白了，花钱就能买。就像我花钱我就能上央视广告，我花钱我就能让杨幂飞到北京给我唱生日歌，我花钱我就能让郭德纲到美国给我说相声，这是一个道理。剩下的什么德国之声呀、BBC 的报道呀，都是转载的通稿，不用负责任的，并且呢，拜登本人也不会亲自出来辟谣的。但是这种反过来绑架民主党的行为会更加激怒民主党的传媒呀、文宣呀，这中间水深着呢。面具人作为专业人员今天给你们教一个知识，也涉及到一些法律层面的东西。新闻这些东西你一定要看首发，首发的源头是谁就是谁，其他跟进的媒体几乎不用负责任的比如说造谣造谣也只看谁造的谣，传谣的责任很小的。所以呢，转载就无所谓了呀，甚至花钱买个版面求个转载，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人家转载几乎不用负责任。你们不懂这些，只是因为你不是传媒专业的人。面具人，我只看这些讯息的源头，这个源头是绿营自己的记者在别的媒体上面首先做首发的，那可信度就很低了。BBC 报道这个事儿没有署名，那就证明他是转载的，不是自己的官方言论来证明这些事情，知道不？而且呢，至于你什么合影呀，还有说
别的人也在这个范围呀，你用乱七八糟的东西来证明，来洗脑，你越证明我就越怀疑。为什么？面具人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啊，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你晒个请柬就完了吗？你还要搞这么复杂干嘛？对不对？你晒请柬不比你千言万语要有力10000倍？你说10000句，不如你把请柬晒出来，上面有拜登的签字，有政府的公文，对不对？你如此卖力的证明，是为了掩盖什么吗？哦，又是拍照片了，又是找人给你作证了，又是上新闻了。很简单呀，你晒出请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呀。包括这些记者啊，他都是绿营记者呀，有如此明显的政治立场，那他们说出来的话是帮谁？很明显了嘛。所以说他们说的话是站在有立场的角度上来说的，那可信度就会降低很多。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还是面具人我那句话，晒出请柬比你去现场摆拍要有说服力10000倍以上。你为什么不晒？还是不敢吗？为什么？伪造政府公文是重罪，所以呢，你才要买新闻面板，买舆论，为自己包装嘛。但是这种骗术骗不了专业的文宣的面具人。 OK， 如果说你最后把请柬晒出来了，证明你有种啊，面具人我给你跪地道歉，对不对？你不晒出来，你越是拿各种各样的东西给你包装，那我越是怀疑你，懂吗？然后呢，为什么要搞这个事情？很简单呀，民进党现在的声誉下挫，所以呢，他需要一些鸡血来提振自己。刚好呢，拜登就职典礼之前被爆出并没有邀请台湾的官员，蓝营那边在吵嘛，并且呢，拜登的幕僚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艾利森日前还抨击了台湾当局，称拜登是对一个中国的认知毫无问题的人，并且呢还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且这个中国的首都在北京，直言说道，台湾这个独立的国家并不存在，美国也不会承认台湾独立。那说这个话言辞相当严厉啊，甚至激烈啊。那美国的情报还是有2把刷子的，全世界都能看出来民进党当局是想台独的嘛，美国他自然也能看出来民进党当局是想台独的。那美国现在严厉的抨击你，说你别想台独了，洗洗睡吧，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回顾一下拜登啊，拜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还是比较挺台湾的，那现在直接把台湾和北京绑死了，等于说就是告诉台湾，没有我美国，你甚至连维持现状都别想。那么问题又回来了，看视频上面显示萧美琴确实去了呀，为什么面具人我说他去了，不是被拜登邀请去的？你们看图啊，那个视频我就不放上来了。萧美琴是在墙外，那这张图不明显，咱们再看这张图，很明显了吧，很清楚了吧，离会场很远的。如果说他是外交大臣，他是不可能连这个墙连这个门都进不去。萧美琴的级别甚至不如一些记者的身份能进去里面拍摄。还有咱们想一个常识问题啊，萧美琴既然被邀请了，那他为啥不晒出来美国政府的邀请函呢？为啥不晒出来请柬呢？按理来说这个东西是最有分量的，因为美国政府的文件谁也不敢随随便便的造假的，伪造政府公文这可是重罪。所以呢，他萧美琴只需要亮出来这个东西，就能实锤萧美琴被拜登政府邀请的事情是真的 OK 没问题的。可是呢，问题就出在这里，伪造政府公文可是重罪，他萧美琴也不敢搞这种事儿啊，台湾政府更不敢，他们也想啊，可是他们不敢呀。所以呢，没办法，只能站在墙外摆拍一下。面具人，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啊，你见过哪个外交大臣连门都不让进去的，在墙外做外交的啊？那说到这儿，肯定会有很多台湾观众就会说了，哎呀，在墙外也是去了，你看墙外给画了一片地方，对不对？很多人都在那边拍照片了。那面具人，我想说的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既然萧美琴是被拜登邀请的，他怎么可能只能在墙外呢？
拜登邀请的肖美琴，她肯定是在里面了呀，对吧？并且呢，她在墙外证明了什么？她不是被拜登邀请的，但是呢，她确实进去了，可能是被别的官员邀请的啊。那肖美琴是怎么进去的？就算外围，她也是有保安的，对吧？答案很简单呀，肯定是有人带她进去的。好，面具人给你们解密啊，你们看好这张图啊，就是这个叫做吉姆·瑞斯的人邀请肖美琴进去的。那问题就出在这里了，这个吉姆是共和党参议院外交联席会的人，他是共和党人，参议院在交接之前还是共和党占多数，共和党主导的。他有个网站啊，就是共和党会员俱乐部之类的网站，你掏钱就能加入进去。是这个吉姆·瑞斯带肖美琴进去的，也就是说这是个人行为，上升不到什么政府邦交之类的互动。那么问题就来了，台湾真的是打算一路走到黑吗？拜登就职前还要和前朝政府互动，等于羞辱了民主党，并且呢，大选期间积极造谣，还是羞辱民主党。别说面具人胡说，眼睛不瞎耳朵不聋的人都能看出来，台湾是极端支持川普的，那人家民主党人肯定不待见你呀，不让你来呀，对不对？你就好好的反思一下吧，好不好？结果呢，台湾更牛逼，你不让我来，我就自己来，不请自来，我找人我也要来，至少我这几年没白给共和党好处，没少给共和党好处，我让共和党的人带我进来，行不行？面具人，我个人认为啊，台湾的这个举动完完全全会再次激怒民主党，因为你选前还要跟人家前朝政府搞邦交，完全等于不把我民主党放在眼里嘛，对不对？肖美琴的这些行为和持续造谣民主党，被拜登看到后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啊？台湾不仅背信弃义造谣，还继续造假，那这样的政府，你认为美国会怎么看？刚才面具人我说了，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把美国两党看得太重了，而忽略了美国整体。这恰恰证明了台湾是不具备国家级别的战略能力，是不具备国家级别的外交能力的。咱们就还是拿菲律宾来举例子吧，菲律宾就能很分得清国体和党派。菲律宾向美国勒索，或者是向中共进行勒索，要钱呀，要武器呀，或者是菲律宾赞美美国，赞美中国，都是针对的是国体，而不是其中的某个党，懂了没？并且呢，针对也是看情况的，比如蛊迫众人锤之类的。杜特尔特就故意的对自己的女儿说，我劝自己的女儿以后不要竞选总统，以此来讽刺川普。因为杜特尔特很清楚川普完蛋了，但是在美国大选之前，菲律宾除了勒索川普政府，除了勒索美国，其他的并没有明显的表态和站队的行为。而且大选结束以后，杜特尔特才跳出来站队祝贺拜登。中共也是呀，选前他是派自己的地下党反共大师、民主大师造谣美国，但是这跟中共没关系啊，中共本身没有造谣美国，而且呢，一般人也不可能把反共的和中共联系起来，对吧？结果呢，造完谣以后，这个美国选完了啊，看大选结局已定了，中共再祝贺，或者是再怎么针对蓬佩奥，也就是玩玩了。蓬佩奥现在也只是平民，但是中共比菲律宾更加谨慎的就是中共不敢直接讽刺川普，台湾不呀，台湾是选前就要立即站队，他无视这个站错队的风险啊，选后呢站错队了又想亡羊补牢，这个补不到牢了呢就干脆一路走到黑，而这中间呢又损失国格，又损失利益，还损失政治立场，还要逼自己的人民吃垃圾食品。菲律宾自始至终对美国、对中国都是国与国之间的互动，而台湾人眼里只有国与党，那就相当于党与党，懂了没？不是国与国。台湾的这种政治能力、情报能力就已经显现出了自己不具备国家级别的政治判断力和国格。
别的国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啊。美国和你交往，你就干涉别人的内政哦。我们这些国家还敢和你交往吗？啊，我和你交往，你就干涉我的内政，并且呢，你台湾挺谁谁败呀，太不吉利了。面具人，我想说啊，台湾的民主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和人民不对等，政府做错了决定，代价由屁民承担，而那些权贵不用承担任何代价，并且呢，还是要被歌功颂德的，继续割韭菜的。政府想对人民是可以肆意妄为的，想让你吃屎你就吃屎，而人民呢，只有自认倒霉。其实这个和中共差不了多少啊。你说你能选举，那我们看吧。啊，这回算台湾人民运气好。如果说再让川普干4届，你看着，就冲着川普对香港的态度，你认为如果台湾军管戒严了，川普能管吗？所以说啊，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啊。你说政府还要用一些低级的骗术来骗自己的民众，哎，你别怪他骗，其实呀，骗术总有成功的时候，只需要一直骗下去，总会有人相信的。再加上宣传呀、笔杆子，就会扩大这种低智商的啊，把这些好骗的人给聚集起来，再加上文宣带节奏欺骗啊，就很快的会让大家拉一派打一派，导致人口劣化，产生反智主义。1963年，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撰写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他的出版一时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作者曾在书中坦言，本书是为了回应1950年代的政治和知识分子的状况而写的。霍夫斯塔特曾在书中一方面结合美国当时的社会政治以及教育的现状，一方面呢援引了美国历史上的大量事实，最终将潜存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反智主义思潮暴露在了世人的面前。反智主义也因此成为了排斥知识以及知识分子思想的倾向的代名词。评论家卡特·沃尔夫认为，反智主义不是一个命题，而是多个命题的集合体，不是一种纯粹的态度，而是一种矛盾的态度，不是一条稳定的历史线路，而是波动的历史脉络。尽管霍夫施塔特撰写此著作的主旨是为了结合美国社会以及其历史文化的特殊境况来分析美国知识分子的现实遭遇，但由于此著作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带有某种更广泛的普遍性，其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逐步扩大，因此呢，使得反智主义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领域。综合来看呢，反智主义并非单一化、体系化的理论，它更多是一种对理性精神、科学知识、知识分子的质疑或者蔑视的情绪，或者是抵抗、排斥的态度。反智主义并不仅限于特定的文化，它会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中。也就是说，反智的人在任何社会、任何政体都会存在。在一些情况下反智主义也可能会发展成社会思潮，甚至转化为政治运动。懂了没？反智主义是可以转化为政治运动的。但是呢，反智主义对于统治者来说，还有可能是一种统治策略，甚至作为愚民手段而被用于合法性的确立让民众与政权更加稳固的方式。作为现象的反智主义在美国有着很长的历史，有学者指出，在北美殖民地的早期反智主义便已经开始出现。美国反智主义的出现与流行有着多重的原因，实用主义的侵染、宗教信仰的影响、基础教育的失衡、大众传媒的误导，这些都是重要成因之一。历史上，美国的2大政党也都曾使用反智主义来削弱对方的可信度。为了获取选票嘛，政治人物在竞选中都会频繁地出一些反智的言论、煽动的言论，以迎合民众的反智情绪。美国学者利姆收集了42位美国总统的演讲，
通过分析他们的语言艺术，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第一，美国总统在演讲中存在一贯的反智主义倾向，对理性知识以及知识分子有着刻意的诋毁和贬低。二，美国总统的语言艺术呈现日益堕落、平庸、空泛的状况，多数人更愿意表现的没有实际上的那样的聪明和智慧。在现代西方反智主义更多会与右翼政治联系在一起。在美国，政策立场更为偏右的共和党更擅长利用反智主义。比如1953年的美国大选中，美国共和党副总统竞选人尼克松用弹壳脑袋来打击书生气的民主党对手史蒂文森，使得知识分子一度沦为美国民众的调侃对象。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以后，这种状况略有改善，但是进入了21世纪后，反智主义再次在美国政界抬头。2016年，川普总统在大选中以极为反智或者是民粹的言论，刷新了外界对美国政治人物的反智的认知。但是呢，川普赢在他亲民，他用一些粗俗或者是简短的语言，很快就能俘获人心。民主党呢，绕来绕去很多事儿让人听不懂，或者是让你觉得非常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自然呢，喜欢和民众互动的川普，推特总统呀油管总统呀，脸书总统或者是私信总统自媒体总统，你怎么叫他都行，但是他就是和底层民众联系的很频繁。所以呢，你不管民众怎么反制，那民众无知呀，或者教育程度低，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川普就能抓住这部分人。其实站在美国历史的角度上来看，共和党拥抱反智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捞取选票的策略。没有证据能表明共和党的领导人比民主党的领导人更蠢，甚至呢，很多共和党的领导人比民主党的领导人还要聪明。但是由于反智主义者拒绝科学和理性，甚至是一些阴谋论的传播，因此呢，反智主义很容易被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那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现象越来越激烈，最鲜明的表现便是界限越来越分明的政党政治，拉一派打一派的这种风气。政党政治在现实社会中的投射，便是民众的分化、民众的对立。一些美国的民众因此而形成了系统性的偏见，只要你一提到对方的政党，就会产生仇恨情绪对的也排斥，错的也排斥，全部都排斥，全盘否认，甚至难以在基本事实上达成一致虽然这个事儿是对的，但是从你嘴里面说出来就是错的例如尽管世界上主要的一些专业科学组织都发现了气候的变化认为这个会导致接下来人的生存变难，但是呢，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民主党人对气候科学的信任与否取决于教育的程度，两者呈正向关系，而对于共和党的人来说，则与受教育程度无关。也就是说，共和党里面也有很多大学生，但是他们不在乎这些气候变化的事情，他们更多的是将气候变化问题视为意识形态问题，而非科学问题。他们把这个当做了政治工具。因此呢，民主党执政下的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分别签署了京都协议书，还有巴黎气候协定，而后两届的共和党政府呢，也分别退出了这些重要的气候协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他们认知上的差异后者认为这些气候协定对美国国内的政治没好处，所以呢退了，并不代表他们不懂科学，并不代表这些政治领导人傻，懂了吗？那在台湾的反智主义其实比美国严重得多。现在台湾分为发展民生和优先反共，甚至极端的就是杀光支那人，或者是无论如何都要台独的这些人其实意识形态这些东西已经沦为了政党操纵自己的支持度的工具了，渐渐脱离了民生发展的本质了。这些政客也不傻，他们知道什么东西对人民好，什么东西对人民不好，但是他们更清楚什么东西对他们自己好，知道吗？
他们也更清楚地知道，谁能给民众洗脑，谁能给民主洗了脑，谁就能拿到政权，谁拿到了政权，谁就能赚大钱发大财。反正就是当4年嘛8年嘛，我以后也当不了了啊！今朝有酒今朝就要醉嘛，对不对？醉不了了，把酒装回去，慢慢醉。既然政客们都知道通过大内宣洗脑就能获取政权，就能发大财，那么政客就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争取民意，甚至使用欺骗的手段。欺骗的手段对老百姓用多了以后，就会导致更多的人被带节奏。那人被骗多了以后必然会变傻，只有少部分人被骗多了以后能醒悟，变得更聪明。但是这些人，聪明的人，他就能看清社会是个什么现状。这个社会大家都在互相骗，这个政府就是在骗人，我只是一个屁民，我无能为力。于是呢，聪明的人他就会觉得我惹不起，我躲得起，于是呢他就离开这个国家。于是呢，就导致社会极化现象会越来越严重。聪明的人走了，留下更多的傻子啊，稳固政权，被割韭菜，对不对？所以你看，不管是大陆、台湾、香港，随着时间的发展，民粹愚民越来越多。你看啊，大陆的这个80、90后比现在的00、10后要聪明得多啊，思维能力要强得多，对不对？台湾、香港也面临这个问题，不是说他们受到的教育程度不高啊，这单纯的就是思维能力，懂了没？那一旦是政府啊、政客啊，从这个骗人维稳上面尝到甜头了，认为这个东西能帮他们稳固政权，那他们就会动用更多资源以稳定政权，并且呢，还有反对党在争取民意啊，在跟他竞争，可能会导致他丧失政权啊，不管是用骗还是洗脑，对吧？啊，反对党也在用，当权党也在用，然后呢，执政党他也是需要稳定民意的呀，他是需要稳定自己的饭碗呀，保住自己的饭碗呀。那他为了保证自己的政权，他就会用比反对党更大的文宣力量，用更多的欺骗手段去来稳定自己的政权。那既然他更多的资源都被用来做文宣和内部洗脑了，大内宣了，那国家的总体实力就会退步，因为钱都用来做宣传了。其他的比如飞机掉地上了，没钱修路了，这些都不重要了，稳定政权是首位，政权才是最重要的，饭碗才是最重要的。那在这种稳定政权、稳定饭碗的过程中，民众也渐渐的被洗脑了，成为了只看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其他的都不管了。就这样形成了恶性循环，至死方休。谁反对，谁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至死方休。谁不够支持，谁不够表态，谁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至死方休。你们还有什么补充的吗？留言告诉我。